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一个远嫁台湾的大陆姑娘小林和她妈妈的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深受触动，也让我对台湾的医疗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小林是我5年前介绍到台湾的，嫁给了一个台中的小伙子阿明。这5年来，小林在台湾生活得很幸福，但因为疫情和工作原因，她妈妈一直没能去台湾看她。直到上个月，小林妈妈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，飞到台湾看望女儿和外孙。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小林妈妈来台湾的第3天，突然肚子剧痛，吃了一些常备药也不见好转。小林和阿明连忙带着妈妈去了附近的医院急诊。天啊，这一去医院可把小林妈妈惊呆了。首先是挂号速度，进医院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。小林妈妈还在想，这么快就挂上号了，在大陆急诊都得排队老半天呢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医生接诊的态度简直太好了。医生不仅耐心询问症状，还特别关心她作为外地人在台湾的适应情况。检查过程中，小林妈妈全程被告知每一项检查的目的和可能的不适感。医护人员的温柔体贴让她非常感动。医生说话好轻声细语哦，不像我们那边有些医生说话大声又急躁，感觉他们很赶时间。小林妈妈后来这样形容她的第一印象。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，小林妈妈被诊断为急性胆囊炎，需要住院治疗。这时候小林妈妈心里咯噔一下，完蛋了，我只是来台湾旅游的，没有健保，这住院费得多贵啊。在大陆没有医保的情况下，一场普通的住院就能花去普通家庭大半年的积蓄啊。就在小林妈妈忐忑不安的时候，医院的社工主动过来帮忙，详细解释了虽然她没有台湾健保，但作为境外旅客，依然有相应的医疗补助政策，而且可以先治疗，费用之后再慢慢解决。住院手续同样简单高效，填了几张表，不到半小时就安排好了病房。小林妈妈被带到一个双人病房，环境干净整洁，每张床还有独立的电视和呼叫器。哇塞，这哪是医院啊，简直就是宾馆嘛！小林妈妈惊讶地说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病房里还有免费的无线网络，护士还特别教她怎么连接使用。知道她是大陆来的，还贴心地准备了转换插头，让她能给手机充电。这也太周到了吧！晚上，护士按时查房，动作轻柔，说话轻声，生怕打扰到病人休息。即使是半夜需要测量体温和血压，护士也是轻手轻脚，满脸微笑。小林妈妈说，在大陆，有些医院的护士晚上查房就像打雷一样，病房门一推开，灯一开，哐当哐当的，病人都被吓醒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主治医师带着团队来查房，医生不仅详细解释了病情和治疗方案，还特别询问小林妈妈有没有饮食习惯和禁忌，以便医院食堂能够针对性地调整餐食。什么？医院还能根据病人的习惯调整餐食？小林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大陆的医院餐食都是统一配置的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更别说针对患者习惯进行调整了。当天中午，护士推来了午餐车，一掀开盖子，小林妈妈又惊讶了，清淡可口的粥品，新鲜的水果，还有适合胆囊炎患者的蒸鱼。这菜色也太丰盛了吧！比医院像是餐厅的菜。更让小林妈妈感动的是，医护人员知道她是从大陆来探亲的，特意在她的病床前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来自大陆的亲人，我们一起关心，让所有医护人员都能知道她的特殊情况，给予更多的关照。在台湾的医院，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治病，更是满满的人文关怀。小林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湿润了。治疗过程中，医生每天都会详细解释治疗的进展和用药的作用，鼓励小林妈妈提问。有一次，小林妈妈好奇地问，为什么她在大陆看同样的病要吃很多药，而在台湾医生只给了几种药。医生耐心解释道，我们倾向于精准用药，根据病情的核心问题对症下药，而不是广谱用药。这样不仅能提高治疗效果，还能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和医疗资源的浪费。这种专业又通俗的解释让小林妈妈茅塞顿开。她感叹道，原来看病也可以这么有尊严，医生把我当成了需要了解自己病情的人。
而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治疗的病人。住院的第3天，小林妈妈已经能下床活动了。她在病房里来回走动时，发现台湾医院的另一个神奇之处：走廊上设置了很多休息区，有舒适的沙发、书架，甚至还有饮水机和简易厨房，方便家属照顾病人。这简直太人性化了。小林妈妈感叹道，在大陆，很多医院的走廊狭窄拥挤，家属只能蜷缩在病床旁的小板凳上，想烧点热水都困难。更让小林妈妈感到温暖的是，医院里的志愿者服务，每天都有穿着特定背心的志愿者来病房问候，帮忙倒水、整理床铺，甚至陪病人聊天解闷。有一位年近70的阿姨志愿者知道小林妈妈是从大陆来的，特意用普通话和她交流，还给她带来了自己做的糕点。台湾的医院不只有冰冷的医疗设备，更有温暖的人情味啊！小林妈妈感动地说，一天下午，小林带着妈妈去医院的庭院散步。庭院里种满了花草树木，还有假山和小亭子，俨然一个小公园。病人们可以在这里晒太阳，呼吸新鲜空气。小林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哪像医院啊，简直就是个度假村嘛！妈，台湾的医院很注重病人的心理健康和康复环境。小林解释道，他们认为良好的环境和心情对康复有很大帮助。在庭院散步时，小林妈妈遇到了一位也在住院的台湾阿婆。聊天中得知，阿婆今年80多岁了，是独居老人，这次因为跌倒骨折住院。让小林妈妈惊讶的是，阿婆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和用药都了如指掌。我有健保卡啊，看病很方便的，阿婆笑着说。每个月只要付几百元新台币的健保费，生病了基本上不用担心医药费的问题，几十元人民币。小林妈妈震惊了，在大陆，即使有医保，住院也得自己掏几千甚至上万啊。阿婆接着说，而且我们这些老人家看病还有优惠，挂号费便宜，有些药品还有额外补助。这番话让小林妈妈陷入了沉思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医疗条件应该也比不上才对。但现实却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，台湾的医疗服务不仅高效、人性化，而且普通老百姓负担得起，这简直太神奇了。回到病房，小林妈妈忍不住问女婿阿明，台湾的医疗怎么会这么便宜又好呢？是不是只有条件好的医院才这样？阿明笑着解释，妈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已经实施了快30年了，几乎所有台湾居民都在这个体系中，每个人按照收入比例缴费，政府也补贴一部分，所以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那看病排队不会很久吗？小林妈妈又问，想到大陆的3甲医院动不动就要排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。也会排队啦，尤其是热门科室，阿明诚实的回答。但台湾有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和家庭医生制度，一般小病可以先去诊所或社区医院，那里等待时间很短，只有需要进一步检查或治疗时，才会转诊到大医院。阿明还告诉小林妈妈，台湾的健保卡相当于一个医疗电子护照，记录了个人所有的医疗信息，看病时只需要刷一下卡，医生就能了解病史，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，大大提高了效率，也节约了医疗资源。听完这些解释，小林妈妈不禁感叹，怪不得台湾医疗服务这么好，原来背后有这么完善的体系支撑啊。住院第5天，小林妈妈病情明显好转。主治医师来查房时说可以准备出院了。出院前，护士长特意来访，送上一份出院注意事项和饮食建议，还有一小盒药品，够吃3天的。这是医生根据您的情况特别准备的，回去后按说明吃。3天后如果一切正常，就不用再吃了。护士长耐心解释，如果有不舒服，可以先去诊所复诊，不用急着回大医院。小林妈妈接过药品，眼眶湿润了。你们台湾的医护人员太贴心了，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真的很令人感动。办理出院手续时，小林妈妈终于迎来了最关心的问题，医疗费用。这5天的住院费用得多少钱啊？她忐忑地问。结果出来的账单让她大吃一惊，包括手术、住院、药品在内，总共才7000多元新台币，就这么点钱。小林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在大陆，这样的病至少要花2-3万人民币啊！
收费处的工作人员解释道，因为您是境外人士没有健保，所以费用会比台湾本地居民高一些。如果有健保，可能只需支付2000多元新台币就够了。天啊，更便宜！小林妈妈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小林在一旁补充道，妈，台湾的医疗不仅质量高，而且很注重效率和成本控制。医生会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，让医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。办完出院手续，小林一家3口送小林妈妈回家。路上，小林妈妈一直沉默不语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回到家，小林妈妈坐在沙发上，突然流下了眼泪。妈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还不舒服？小林紧张地问。我没事，小林妈妈擦了擦眼泪，只是突然想到，在台湾住院这几天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医疗。这种感受太强烈了，让我有点破防了。破防这个词从60多岁的小林妈妈口中说出来，显得格外可爱。小林和阿明都忍不住笑了。我一直以为台湾经济落后，医疗条件也会差，但这次亲身经历才知道，台湾的医疗系统是多么的先进和人性化。小林妈妈感慨道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普通老百姓都负担得起。阿明解释道，妈，台湾虽然经济总量不如大陆，但人均 GDP 其实还是比较高的。而且台湾非常重视社会福利，特别是医疗和教育这2个方面。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到了全民健保系统中，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原来如此，小林妈妈点点头。看来我们对台湾的很多认识都是有偏差的。这次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真实的情况。这时，小林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是小林妈妈的主治医师打来的，专门询问出院后的恢复情况，还提醒了一些注意事项。电话挂断后，小林妈妈震惊地看着女儿，医生还会主动打电话来关心病人，这也太负责任了吧。在台湾，医患关系更像是朋友或合作伙伴，阿明解释道，医生会把你当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病历编号。确实，小林补充道，我记得刚来台湾时生病去看医生，医生不仅治好了我的病，还关心我的生活适应情况，甚至给我推荐了一些融入当地社区的建议，我当时就感觉特别温暖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林妈妈的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她开始在小林家附近的社区散步，认识了不少邻居。聊天中，她又听到了许多关于台湾医疗的真实故事。有一位邻居阿姨分享说，她患有慢性病，需要长期服药，但因为有健保，每月的药费只需要几百元新台币。而且台湾的医院和诊所都有完善的预约系统，他可以提前1周预约好，到时候直接去，基本上不用等太久。而且台湾的医生很尊重病人的知情权，这位邻居阿姨说，每次看病，医生都会详细解释病情和用药，有时候甚至会画图给我看，让我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另一位退休的老师则告诉小林妈妈，台湾的医疗体系不仅注重治疗，也很重视预防。社区定期会组织免费的健康检查和健康讲座，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非常周到。最近我们社区还新增了远程医疗服务，这位老师兴奋地说，有些老人行动不便，现在可以通过视频与医生交流，医生还能远程监测一些基本指标，真的很方便。听着这些故事，小林妈妈若有所思，她想起自己在老家看病的经历，挂号难，排队长医生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几乎没时间解释病情，更别说有耐心回答问题了。尤其是一些老年慢性病患者，每个月都要早早排队拿号，有时候天不亮就去排队，就为了能看上病。即使有医保，自费部分也不少，对于退休老人来说是不小的负担。台湾的医疗服务竟然做到了平价又优质，这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小林妈妈感叹道，看来不是经济发达就一定能有好医疗，关键是怎么规划和运作这个系统。临近返回大陆的日子，小林妈妈专门去医院拜访了那位主治医师，送上一盒台湾特产表达感谢。医生亲切地接待了她，再次嘱咐了一些饮食和生活上的注意事项。临别时，医生还特意用普通话说，欢迎您以后再来台湾，不过下次希望是来旅游而不是来看病啊。这句幽默的话逗得小林妈妈哈哈大笑。
回到大陆后，小林妈妈把自己在台湾的经历告诉了亲朋好友。起初，很多人都不相信台湾的医疗服务会这么好，还怀疑她是不是被台湾的表面现象迷惑了。我可是亲身经历啊。小林妈妈说，不信你们看我的出院小结和费用清单。她拿出手机，翻出了拍摄的单据照片。朋友们看到那低得惊人的医疗费用，都瞪大了眼睛。天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便宜？而且医生护士态度这么好？不会吧？听起来像是在度假村住了一样，哪像是住院啊？面对朋友们的质疑，小林妈妈笑着说，我原本也和你们一样不信。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条件肯定比不上大陆，但这次亲身经历才知道，有些方面人家真的做得比我们好很多，特别是这种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。他还告诉朋友们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资源有限，但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，形成了一个高效人性化的医疗体系。医护人员不仅技术水平高，服务态度更是一流，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尊重和关怀。最重要的是，小林妈妈强调，台湾的医疗服务惠及的是所有社会阶层的人，无论贫富，人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，这一点真的很了不起。小林妈妈的经历很快在朋友圈里传开了，有人信，有人半信半疑，还有人干脆不信。有一次，小林妈妈在小区散步时，遇到了一位准备去台湾探亲的邻居。这位邻居专门来请教她关于台湾的情况，特别是医疗方面的事情。如果在台湾生病了，千万别害怕。小林妈妈真诚地建议，他们的医疗服务真的很好，而且费用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。只要带好身份证件和一些现金，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。这位邻居感激地说，谢谢你的建议，这下我放心多了。以前总听说台湾这不好那不好，现在看来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啊。是啊，小林妈妈感慨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认识往往来自于媒体报道或者他人口中，难免有偏差，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了解真相。回到大陆后的第3个月，小林妈妈接到了一个特别的包裹，是从台湾寄来的。打开一看，竟然是她住院时照顾她的护士长和几位护士的一封亲笔信，还有一些台湾特色的小礼物。信中，他们询问小林妈妈的恢复情况，并祝福她健康快乐。这也太有心了吧！小林妈妈拿着信，感动的泪水又一次涌出来。护士们记得她的名字，记得她的病情，甚至还记得她喜欢喝什么茶。信中特意附赠了她住院期间最爱喝的台湾高山茶。这份温暖的情谊跨越了海峡，让小林妈妈再次感受到了台湾医疗服务的真诚和人性化。她立刻给小林打电话，请她帮忙回复护士们，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妈，您现在对台湾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吧？小林在电话那头笑着问。是啊，小林妈妈感慨道，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。台湾虽然在一些方面可能不如大陆发达，但在医疗、服务这些方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就这样，一次意外的住院经历彻底改变了小林妈妈对台湾的认识。她常常跟朋友们说，台湾的医疗服务真的很棒，不仅技术好，态度好，而且普通人也负担得起。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啊！最近，小林告诉我，她妈妈正在计划下一次去台湾，不是为了看病，而是要带着大陆的几位朋友，一起去台湾旅游，亲身体验台湾的人文风情。这次我要带着老姐妹们去看看台湾的各种风景。小林妈妈笑着对女儿说，让他们也打破对台湾的刻板印象。这段经历也让我感触良多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见证了许多大陆女孩远嫁台湾的故事，也听过很多关于两岸差异的议论。但小林妈妈的这次经历再次提醒我们，真相往往需要亲身体验才能发现，而不是道听途说。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，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，也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。通过更多的交流和了解，两岸人民才能增进互信，消除误解，共同进步。至于医疗体系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终极目标都应该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、可负担的医疗服务，真正做到以人为本，惠及民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
希望小林妈妈在台湾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